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最近这段时间呢，比特币从大概6.5万一路反弹回到了7.5万附近。有些人呢在后台聘我，想让我聊一聊为什么比特币这回涨回来了。但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不是说为什么上涨，而是接下来呢，接下来会怎么样？你也看到了，这两天呢，比特币的价格上上下下的，在7万左右晃来晃去。你打开 X 的什么社交媒体，一半人在喊说牛市回来了，另外一半人呢在说这个是反弹陷阱。这两方面的观点叠加在一块儿，听起来就让人比较困惑了。那么真正的市场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到底是在变强，还是说只是看起来很强？这个才是现在最值得搞清楚的事情。所以呢，这期视频我不想做什么马后炮，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分析它为什么上涨了，这两天又为什么下跌了，因为这个对接下来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帮助。今天我更想做的是展示一个方法，一个用完全公开免费的数据来判断当前市场到底是真涨还是假涨的一个方法。我自己呢，其实也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亲手搭了一个信号系统。先说明一点，这个不是什么收费的工具，也不是做广告，这个就是我自己开发自己玩的一套东西。每一个数据源都来自于公开网站，比如说 CoinGecko、CoinGlass、SoSoValue 什么的。算法呢也是我自己设计的，你也不需要用我的这套工具，你只需要理解这套工具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你自己也能形成你自己的个人判断。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小东西呢？因为我发现很多人看盘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真的不会看，不知道该看哪里，也不知道哪些指标重要，所以呢，市场一动就只能靠猜，或者说听别人怎么说，听那些大 V 的，或者听 KOL 告诉他们该怎么办。这一类的人呢最危险，自己又不懂，然后呢又想赚钱，最后跑去跟单，结果是亏钱离场。第二种其实是会看的， OI 知道， Funding Rate 也知道， ETF 的流入流出均线，什么关键位置纳指，这些全都听说过，也都会看。我自己呢其实更像第二种，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因为你要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要看 OI， 要看 Funding Rate、ETF 的流向，还要看50日的均线、200日的均线、20日的均线，还要看宏观数据。每一个东西如果你单独去看好像都很有道理，但你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你就很容易乱了。最后呢就会变成一种状态，不是没有数据，而是数据太散了，也不是没有依据，而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可持续的判断框架。关键是这个可持续的，你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你表面上是在看盘，实际上呢还是在靠感觉下结论。今天涨了，感觉牛市回来了，明天下跌了，感觉又不对劲了，然后呢你又刷到一个什么 Tom Lee 或者是木头姐的讲话，然后又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这个呢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所以干脆我就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信号机，目的就是把那些本来就应该看的东西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放到一块来看，不再受情绪的影响，或者是其他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呢，通过算法给出得分，给出非常简单的 buy、sell 或者是 hold 的信号。现在呢，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版本，我会逐渐的在后台进一步的给它优化。最终呢，我希望的一个完美的版本是，一旦出现买入或者是卖出的信号的时候，就自动的发消息到我自己的手机上，然后由我个人最后再把关是否真的是买入或者是卖出，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看盘了。那么这个小程序的看盘框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很简单，我把市场信号分成4个维度，趋势、trend、价格本身在说什么，第二是资金流 flow， 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是衍生品，杠杆玩家在干什么。在加密的市场里边，杠杆玩家其实非常重要，它会影响现货的市场。第四是宏观，大环境到底配不配合。
每个维度呢都有自己的评分规则，把它们加在一块儿，给出来一个总分。接下来呢，我们看看每一个维度，看看它是什么，现在的数据怎么样，到底到哪里可以免费的查看这些数据。先来看看这个趋势，趋势主要是看价格和均线的关系，你可以把均线理解成为市场过去一段时间平均成本线。我用的规则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条，价格是否在20日均线上方，20日均线就是过去20天的平均收盘价，价格在这上方说明短期的趋势向上，在这下方呢说明短期偏弱。这条规则的现在是勾，比特币目前在20日均线的上方，我现在用的是 TradeView， 你自己也可以进行操作，输入比特币加一条20日均线，1秒就能得到结果了。第二条呢是20日均线是否在50日的均线上方，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金叉。20日均线上穿50日均线上方，代表了中期趋势确认向上，现在还没有到，所以呢规则给了它0分，这个代表了短期涨势上来了，但中期趋势还没有确认翻转，所以趋势维度得分20分，它告诉我短期还 OK， 但有隐患。接下来呢，我还会把150日的均线、200日的均线也都给它加进去，这样呢会看得更加全面一些。第一层已经确认价格涨了，但还不知道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进来，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层 flow， 也就是资金流。比特币现货 ETF 是2024年以来最重要的资金通道，机构买比特币主要是通过 ETF， 所以 ETF 的净流入、净流出基本上就等于华尔街的投票。这条规则现在也是勾，近3天 ETF 的净流入为正，也就是说这波从6.5万涨到7.5万，不是纯粹的合约拉盘，是有真金白银进来的。但这里边你要注意一个细节，要看净流入，因为有的 ETF 在买，有的 ETF 在卖。比如说灰度的 G 比特币经常就有流出，你要看的是所有的 ETF 加在一块的净数据是正还是负。还有一个进阶的指标，我在系统里边也会参考，但今天就不展开了，就是交易所里边的比特币的净流入。大量比特币转入交易所，通常代表有人准备卖；大量的转出，代表有人在囤币。现在的资金流的维度得分是20分。那么你在哪里边可以看数据呢？搜 value， 搜 Bitcoin ETF， 每天更新，还是免费的。那么第3层衍生品，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杠杆、期权、期货的那几期，你就知道衍生品市场是情绪的放大器，价格可能只是上涨了5%，但合约的市场里边，杠杆已经放大到了差不多人人都想要 all in 的程度，一旦反转就是连环爆仓。所以呢，我设了2条规则，一条是看温度，还有另外一条是看泡沫。第一条，资金费率 funding rate 是否低于 0.03%。资金费率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永续合约市场里边多空双方为了让合约的价格贴近现货的价格，定期支付的一笔费用。如果大家都在做多，那么做多方就要付更多的钱给到做空的一方，资金费率就会升高。资金费率低于 0.03%， 这个是正常的，说明多空比较均衡，市场没有一边倒。资金费率过高，如果它超过了 0.05%、0.1% 或者更高，说明做多的人或者说做空的人太多了，市场过热，那么一根针就能引爆它。现在是勾，资金费率处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第2条 OI 未平仓的合约量7天的变化是否低于 12%。 OI 呢就是 Open Interest， 代表市场上所有还没有平仓的合约总量。OI 上升说明有新的资金在进入合约市场，在建仓。如果 OI 暴涨7天的涨幅超过了 12%， 说明投机的资金在疯狂的涌入，这个通常是要出事的前兆。现在也是勾，说明 OI 的增长温和。我通常呢会把这2条放在一块来看，资金费率正常，再加上 OI 没有暴涨，就等于当前的上涨它
不是纯杠杆驱动的虚火，这个是好消息。但反过来说，如果说某一天你看到资金费率飙升到了 0.1% 以上，同时呢 OI 在1周之内上涨超过 15%， 那不管价格多好看，你都要小心了，很可能会出现我讲过的空头挤爆或者是多头挤爆。现在呢，衍生品的维度得分是20分。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环境。比特币不是在真空当中交易的，它和整个的风险资产市场是联动的。现在设置的规则是看纳斯达克指数是否在20日均线上方。为什么看纳斯达克呢？因为比特币和科技股的相关性很高。如果纳斯达克在下跌，美股在恐慌，比特币也很难独善其身。现在也是勾，纳斯达克在20日均线上方，说明美股的大环境它没有拖后腿。当然呢，宏观还可以看美元的指数、美债的收益率，甚至 CME 期货的溢价。当前呢只是沃伦万版本，所以我只选了纳斯达克这一个作为宏观的一个锚点。现在宏观维度得分10分，这些信息同样的我们可以在 TradeView 上可以找到。好了，那么现在4个维度都看完了，汇总一下：趋势20分，资金流20分，衍生品20分，总分70，信号 Hold 持有。为什么现在不是 Buy 的信号呢？因为有2个隐患没有反映在得分里边，而是出现在系统的 Fallback 里边。第一，20日均线还没有站在50日均线上方，得分项只要求价格在20日均线上方就给分了，但金叉还没有形成，这个说明中期的趋势没有确认。第二呢，关键的价位还没有有效的突破，价格虽然到了750附近，但还没有在关键的阻力位上方站稳。所以系统的判断是，现在的仓位你可以拿着，但你不要追高，等金叉确认关键位突破才是更安全的加仓时机。这个就是框架的价值，不是告诉你涨还是下跌，而是告诉你现在的风险偏向哪一边。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方法，不受情绪的干扰。最后再重申一下，这个工具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玩具而已，而你呢，关键是要知道怎么看这些参数，看哪些参数，然后呢，建立你自己的框架。最后呢，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比特币涨到了75000，然后又跌回到了7万，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看？我的答案不是说会不会涨到10万，或者告诉你会不会下跌回6万，答案是去看数据。TradingView 上看均线和关键位，Social Value 上看 ETF 流入流出，CoinGlass 上看资金费率和 OI， 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都是免费的，你根本就不需要加入任何的付费群，或者是听某一个大佬的信号。今天我展示的这个评分系统，本质上呢，就是把这些免费的数据先给它拉过来，然后用一套逻辑把它给串了起来。规则也很简单，你完全可以自己搞一个 Excel 表，然后每天花5分钟更新一下，那么你对市场的理解就会超过90%的散户。另外呢，我们的社群也基于我之前讲过的一期节目，做出了一个牛熊状态机，现在已经上线了，每6个小时更新一下数据，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眼。目前这个还是一个简单的版本，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但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好的，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请点赞关注，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好的，谢谢，再见。